看最近开始就是在往数字媒体 digital arts 这方面有一些动作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？生活就是一个轮回。我大学学的当代媒体艺术，一定要学一个软件。我一开始学的是 3D Max， 我当时特别讨厌那个软件，但是我还是卯着头皮学了一个学期。但是就因为当时我的那一小点基础，让我现在转到数字艺术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我非常推荐摄影师开始做数字艺术家，摄影师非常理解构图、光、画面。我在做一个尝试，就是我能不能也用 3D 去开 Renaissance 的玩笑呢？我刚做了维纳斯的诞生嘛，只是他身边都是围着外星人，我就是一直开这种玩笑的人。但是我把里面放了一个我的 statement， 就是 make fake art， 我也没有当真，我就是做假艺术。但是你说跟摄影没有关系，其实完全有关系。我们之前是拍一张照片，我现在的模特的这个合成的过程，我是拍了200张照片，我是用 3D scan 这个技术，它就是206个相机从不同的方向拍下来以后，我们再用电脑去侦测它的距离，再合成一个模特，我再在这个模特上做一些变动。 Scanning 这个还原的技术很成熟了吗？现在其实非常早期，金属的配件、玻璃呀、透明材质、塑胶呀、皮革呀，或者是一些亮片呀，这种特别亮的东西都不好扫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，可能你的创造力会得到更大的一个释放？刚开始的阶段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以现在的科技的这种进展来说，没有那么容易，动个指头都那么麻烦。我觉得时尚这个产业永远是在科技进步的最后一圈。我最近也认识到一些专门做 3D 的艺术家，我就觉得他们的思维更 open-minded， 他们就特别懂所有的现在 blockchain、比特币、NFT 或者是 Google、Facebook， 除了时尚以外，这个世界大的嘞，这个世界上的人要知道的东西太多。比方说一个新的科技出来，你们是采取一种拥抱的态度，还是质疑的态度？或者说你们对艺术这种原始的创作的能力，怎么样去平衡这个东西？它是属于那种主动型的摄影师，我可能是属于那种被动型。捕捉那个状态，我的东西比较 camp 嘛，我要的就是我自己去 create 这个 moment， 我要的可能就是这个做的样子。我这个人永远是拥抱最新的技术的。我现在也不是 3D 艺术家，我所有的 social media 也都改了，也就是我就是 I make fake art， 就是做假艺术。但是我的东西要漂漂亮亮的，我这个系列要做100个，我已经 scan 了20多个模特。我刚刚出来就是一个 pay me in exposure， 就是时尚圈老会这样，就说哎呀我们没钱，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们拍一下，因为你有 exposure， 你有曝光嘛。然后现在用的是 I make fake art， 然后再接下来会有更多就是这种。我做这个东西是想要为平民大众做的，所以我现在 cast 的人各种种族都有，各种体型、各种职业。我也有点想要跟当代艺术圈开点玩笑，如果我做这个事情是假艺术，最后一天万一我就在你的旁边摆着，那我们都是假艺术。可不可以就说是当代艺术等于玩笑呢？我觉得是的，很多东西其实它就不是艺术，但是如果有人说它是了，它就有价值。就去年那个香蕉贴墙上卖出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很懂为什么卖的，用那种所谓学院派的艺术知识去分析，我知道它为什么是所谓的艺术。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小老百姓，我又不在他们那个有钱人圈子里面，我仔细在一想，那凭什么呢？为什么那是 art 呢？我有的时候是会矛盾的。而且他卖的很聪明，他不是卖那个香蕉，他卖的是贴香蕉的指导，你要用什么样的香蕉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胶布，在什么样的角度，贴在多高的位置。其实这个是很酷的 idea， 因为现在的 NFT 就是卖这个东西，你买到的不是一个 JPEG， 也不是一个 video， 买到的是一个 contract， 就在这个 blockchain 的这个上面一直在运转。所以我觉得香蕉那个东西非常 NFT， 所以我当时还是蛮佩服他的。但是另外我又一想，就是 bullshit， 那些教授他们一天就是讲说，其实真正的艺术就是要看你怎么去把你这个东西去圆回来，你哪怕丢一坨屎上去。真有艺术家卖屎的呀，他就把自己的屎放在那个罐头里面，就卖了96K 嘛。更讽刺的是，他是用的石膏，他说我连屎都不卖给你。我还是非常崇拜和欣赏那些有工匠精神的艺术家的。有一个艺术家，他现在是用那种电动马达和不同的材质做成摄像头拍你，然后你走过那，那个牌啪啪啪就翻成你的影子出来。他就叫他东西叫 mirror 嘛，我就觉得那个是我真的欣赏。今天聊完以后，可以把开场老王介绍小沙老师的 title，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调整了，既不属于时尚圈，也不属于艺术圈，既是摄影师又是艺术家的小沙老师。Instagram 他一定要你选一个职业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才选的艺术家。我看有的人选 grocery store， 这种人也有当代艺术的精神。